今天呢，我们讲一下如何在 Fidelity 购买新发行的国债。包含的内容有呢，我会实操演示如何一步一步的教你在 Fidelity 上建立自动的国债阶梯。那如何购买新发行的国债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肯定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。那我会逐个解释，特别是一些常见的名词，比如说什么是 high rate， 什么是 investment rate。然后我还会教你如何计算国债的利率，因为 T-bill 它是折价购买的，所以说有同学就会不理解这个块儿八毛的利息是怎么变成5.5的利率的。那我讲一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视频的最后我还会放一个彩蛋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领一个。那我这边用 Fidelity 作为举例，其实这个方法你学会了之后，放在任何券商都是可以的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那我这边把2023年8月为止最新的券商按照它的资产排名放在这边，这4个券商都是比较可靠的，任何一个都是可以的。当然我比较喜欢 Fidelity， 用的时间久了比较有感情。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国债购买的阶梯法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我们的资金分成3份，这边就以9万作为举例，分别是3万的4周、3万的8周跟3万的13周，同时购买这3笔。当第一笔4周的到期之后呢，然后续买13周的国债。然后当第二笔8周的到期的时候，仍然去续买13周的国债。当第3笔13周的到期之后呢，然后我仍然去续买13周的国债。之后当这3笔13周到期之后，重复购买13周，就是每13周13周这样轮替下去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资金的流动性非常强，我每个月都有一笔新到期的国债，如果我要用钱，我随时可以取消自动的续购，然后把这笔钱拿出来。第二个好处是可以紧跟最新的利息，那美联储按照它最近发布的消息，利息的话还是会继续往上，这样子就可以让我每次购买都是当前市场上最好的价格。那我们现在就用阶梯法实操购买3笔国债。首先到 Fidelity 的官网，然后点 News Research， 然后找下面的 Fixed Income Bond CDs， 这个就是固定收益产品。好，我们点进去。点进去了之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像定存 CD， 它的利息现在是 5.45 到 5.6 之间。那还有就是国债，这边显示的都是二手国债，然后下面是一些政府债和那个公司债。然后我们不看这边，我们找这个 New Issues， 点这个，点进去。这里就是新发行的各类的固定收益的产品，然后我们点 Treasury 国债，点开来，这里有3个国债，其中是11月21号到期、12月19号到期跟10月15号到期。这个时候你先不要急，你先到官网上面 Treasury Direct 这个官网上面，然后点一下 Auction， 然后点 Upcoming Auctions， 就是近期的拍卖，点进去。因为你要知道近期的这些国债发行的日期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用阶梯法的话，我举的例子是4周、8周跟13周，那我们就看这3笔日期的国债。4周跟8周的发行日，最近的那期是10月17号发行，那10月19号进行拍卖。回到 Fidelity， 你可以看到10月19号进行拍卖，所以这2笔的话是一笔是4周，一笔是8周，我们可以同时买这2笔。那13周的呢？13周的你看，它是19号才发行。那我今天录制的日期是10月18号，所以说明天它才可以出现，然后在23号才可以进行拍卖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做的是先买2笔，就是4周跟8周的国债。OK， 我们这样子知道时间了之后，再回到 Fidelity。那我们先来买这笔4周的国债，这上面这些名词解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第一个是 description， 就是描述就是描述这个笔国债具体的一些信息。Coupon 是既定利率，这边是0的原因是所有短期的国债它都是折价购买的，所以说它是没有利率的。那关于折价购买，我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了，简单来说就是说100块钱的国债它99块钱卖给你，那你到期了之后拿到100块，所以100减99，这1块钱就是你这段时间的利息。Maturity date 是到期日，4周的话是11月21号到期。
Expect yield 是预期的利率，为什么说是预期的呢？因为这个是新发行的国债，现在还没有发行，拍卖日是在10月19号，所以说呢，我们需要等到10月19号。那天呢，各大机构跟券商去 Treasury Direct 那边去拍卖，拍卖到什么价格，他就会给你什么价格。那个时候你就看 Fidelity 可以拍卖到什么价格了。但是基本上的范围就是在5.368这个之间，其实差别不会很大，所以说他给你一个是预估的利率。Call Protect 是否有赎回保护？这边的话都是有赎回保护，表示你这笔订单的话是一直到到期为止，机构它是不会赎回的，你可以一直持有到期。赎回保护就是机构是否有终止交易的权利，它比如说现在给你比较高的利息，但是今后如果利息下降的话，它会终止这笔交易，然后把钱退给你。那我偏向于就是选有赎回保护的，就是一直可以拿到期的，因为这样子我的利息是可控的。Auction close date 的话，就是那天进行拍卖，然后 settlement date 就是那天你的交易正式完成，利息也是从那天开始计算。后面这些小字就是你这笔订单所拥有的权益，比如说 CP 意思就是 Call Protection 赎回保护，表示你可以持有这笔订单到期。SFP 是偿债基金保护，是保护债务人和投资者的一个机制。简单点说呢，它就是发行债券的公司或者实体，它在债券的期间呢，预留一部分资金，用于定期归还这笔债务的本金。RI 就是 reopening， 是重新开盘，表示这笔国债在之前就已经有了，然后它当时没有卖完，现在拿出来重新卖。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，你就正常的价格购买就是了。说一下利率计算的问题。算利率的时候不要找新发行的国债，因为他们的拍卖价格还没有出来，这个是预估价格。我们要找已经发行的国债，找它的历史价格。那我们到官网，然后找拍卖价格，最近的拍卖结果 OK， 近20次的拍卖结果。点进去了之后，我们随便找一组数据吧，然后短期国债 TBO 我找个4周的国债，因为4周比较好算嘛，28天。好，我把这组数据截下来，同时我点开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到4周的国债的话，它的价格是每100块钱它卖你 99.585833，短期国债它都是折价购买，所以说它是 99.58 卖给你，到期了之后然后给你100，这当中的差额就是你的利息了。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这个 99.58 怎么样算出来 5.436 的利息。首先我把100减去 99.585833， 得到我把100块钱放到国债当中4周所得到利息是 0.41467， 然后呢这是4周的价格，也就是28天的，所以说我用这个价格除以28，那得到每天我的利息是多少？是 0.014 等等等。然后每天是这个，那每年是多少呢？那乘以366，待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366，这个数字搞死我了。然后得到是100块钱，如果放在目前这个价格的国债当中，我一年的话会有 5.413的利息。好，这样子的是年利息咯，那我除以当初我投了多少钱呢？我当初投进去的钱是 99.58 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年的利息除以当初的本金，得到的就是这笔钱我的年回报率是 5.436， OK， 跟上面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要用年回报率来计算呢？我这钱只放在这边4周时间，是因为你国债也好，定存也好，其他产品也好，它帮你计利息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用年回报率来让你做比较，不然的话你4周、7周、10几周、半年，你很难比较他们真正的那个利息是多少，哪个高哪个低，只有把它全部统一到年利率的时候，你才比较方便。这个是 5.4， 这个是 5.6， 那我选个利息比较高的，是不是？有同学问 high rate 跟 investment rate 有什么区别？这唯一的区别就是计算年数的时候呢，天数的时候它数字不一样， high rate 用360， investment rate 用365或者366。那 high rate 的时候他认为是1个月30天，那1年乘以12的话就是360天，这是一个折扣的一个价格，但是我们通常的话买的时候全部都看 investment rate。 OK， 然后我再跟你说说这个366怎么回事。
非常高。它这边的话是认为半年之内的国债的话，它用366天而不是365天作为计算。所以说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在计算 T-bill 短期的时候，它用的是366，哪里？对，366。然后它在计算 discount rate 的时候，它用的是360。但是这个计算的话，跟我们大家想算的话，可以自己算一下。不想算简单点的话，你就直接看的时候就是看 investment rate， 只看这个哪个高选哪个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点进去看详情。这边是预期收益，这边是到期日，然后这边是证券的代码，上面的代码是国内代码，下面的代码是国际代码，其实就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数字一样的。最少投资金额这边是一的话，意思就是1000块钱。Fidelity 的话，除了小数点的那个投资，其他的一般投资都是一笔就是$1000。好，下面的话是预估的利率，然后 third party price 就是其他地方购买的大致价格，然后是 federal 就是联邦需要付税的，州的税你不用付。好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直接点击 buy 按钮，就是购买。第一个选择你投资账户，第二个选择你购买额度。这边如果你打1的话，就表示你要买$1000的国债；10的话就是买$10000的国债。那按照我们之前的例子的话，用阶梯购买法，我第一笔的话是买3万，所以说我这边打30。是否需要 auto roll， 意思就是是不是需要续购，也就是当这笔4周的订单到期后，是不是要买同样时间也是4周的国债，然后系统可以帮你自动买。因为我这边在建立阶梯的时候是刚开始是4周、8周、13周，在4周到期之后，然后开始买13周的时候，我们再进行自动购买，所以这个时候我这边自动购买选的是 No。那没有问题了之后，我们就点 Preview Order。那我这边是为了给大家做演示，所以说我就买个3000吧，我打个3。好，我们到了预览页面看一下信息，然后预期利息的是5.368，然后他这边强调，这边1的话是表示$1000，所以说我这边举例写3的话，就是买了$3000的国债。然后这个是国债的一个订单号，预期利息trade date 的话就是拍卖日期10月19号 ，settlement date 就是订单正式交易的日期是10月24号，那天开始计算利息。auto roll 的话就是自动购买，我选不，我们不希望它到期之后自动购买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要继续购买13周的国债。看一看都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就按 place order 就是下单。好，这笔订单就交易成功了。我的下单日期是10月18号，2023年。然后这边它会出现一个你的订单号，然后你可以选择管理你这个订单，或者是看你现在有多少订单。那管理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取消订单，或者说是继续购买等等。4周国债买好后呢，我们接下来买8周的国债。同样在 Fidelity News and Research， 然后点 Fixed Income Bonds and CD。然后点完了之后，点 New Issues， 然后找到国债 Treasury， 然后4周的我们买好了，我们接下来买这一笔8周的，那我速度会快一点，点进8周的，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8周的话，现在它的预期利息是5.37，然后到期日期是12月19号。好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直接点购买按钮。同样，第一步选择你的账户，你需要购买国债账户。第二步选择你需要购买的量。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以3000作为例子，当然你也可以填3万，或者是只是买1000都可以。我这边还是点3，就表示$3000。然后自动购买，我继续选 No， 因为这是8周的，我需要等它到期了之后，继续买13周的时候才会点自动购买按钮。然后看一下都没有问题了，然后点 Preview Order， 就是预览。到了预览页面，每一项都检查一下。第一步，看一下是不是你要购买国债的账号；第二步，看一下你买的量是不是你期望的；第三步，看一下预期的利率是不是你期望的。之后看一下时间，拍卖日期10月19号，我现在下单日期是10月18号 ，settlement date 就是正式交易的日期是10月24号。最后看一下自动购买的按钮，这边选 No， 因为现在是8周的。OK，
每一个都没有问题之后呢，你再按 Place Order 就是下单。好，这笔订单就交易成功了。点击了 Manage Order 就是管理订单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看到我在今天10月18号购买了2笔，每笔$3000的订单。然后如果在它拍卖日期之前，我想要取消这笔订单，我可以直接点击 Cancel 按钮，就是把这笔订单取消就可以了。那我如果点击 Open 按钮的话，就会出现这笔订单的详情，它的日期啊、一些数额啊等等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可以去看一下。那4周和8周的都买好了，那13周的呢？13周它还没有出现。你可以看这边出现只有3笔新发行的国债，最后一笔的话，它到2028年了，是一个长期国债。那13周的国债，我们到官网上面来看的话，可以看到它是要明天10月19号才发行，所以说我要到10月19号再回到我的券商，这个时候它会新出现这个新的一笔国债，这个时候我购买就可以了。现在是10月19号，我这个视频录了第2天了。那我们同样是到News Research， 然后是 Fixed Income 这边，然后找到 New Issues 就新发行的债券，然后找到国债。大家看到吗？现在只有2个，昨天4周和8周的它已经拍卖完了，在今天拍卖完了，所以说这边你就不能买了，拍卖这天你就不可以买了。OK， 好，那现在的话，它出现的这个是。这笔它是13周的国债，我们到官网上面看，也可以同样看到，在 auction 这边就拍卖这边 upcoming auction 就是近期的拍卖中间，它13周的国债已经出现了，然后发行日期就是今天10月19号2023年 OK， 然后它的拍卖日期是23号，所以说你要在这个日期之前把这笔单子买好，然后最后的话交易完成日是10月26号。OK， 我们回到 Fidelity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进这个13周国债，然后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点击购买。之后的话就跟之前4周、8周的是一样了，那我就不重复了。其实还有个事情可以交代一下，就是在这边自动购买选项，刚刚记得吗？我们在买4周、8周的时候，我全部是说自动购买，我们选不，我们不希望自动购买，因为4周、8周到期之后，我们会续买13周的国债。那但是这笔13周的国债到期了之后呢，如果你要建立阶梯购买的话，我们是续买13周的，是同样的时间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否需要自动购买选项当中，你就可以选 yes 了。就是我可以自动购买13周到期了之后，仍然继续买13周的，以此类推下去。像之前的2笔4周跟8周的，同样它到期了之后，你继续去买13周的，那个时候你买13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点击这个自动购买按钮了。那这个按钮你点了之后，你有担心你要用钱的时候，或者利率有变化的时候呢，你随时可以取消在你的账户那边。那我们看一下我昨天的购买2笔4周和8周今天的拍卖情况是怎么样了。同样来官网，然后到 auction 拍卖，然后点击 upcoming auctions 就是近期的拍卖结果，然后我们看正好是2笔今天拍卖的4周跟8周，它的利率是 5.416 5.459， 然后我们点击4周的进去看一下的话，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是每100块钱的国债它卖你 99.587389，那跟当初我们购买时候它预估的期望利率差的其实是不多。在 Fidelity 你同样可以看到你的购买记录，然后在 Fidelity 这边你点 Accounts 跟 Trade， 然后呢再点 Account Positions， 你点击这个进去，然后你就到了你账户的详情页面，之后呢，你再点击这个 Activity 跟 Orders， 就是你最近下的订单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刚刚购买了2笔债券，4周跟8周的，然后它这边显示已经都是 filled， 就是已经完成了，意思就是价钱已经锁定了，分别是 99.1717 和 99.5874， 下面这笔是4周的，上面这笔是8周的。那我点击其中一笔交易的话，可以显示它的详情，就是这笔交易可以看到我下单的时间呢是18号，然后10月18号，然后10月19号的时候11点42分东部时间，它是拍卖结果出来，然后出来的价格是多少。看完你的交易记录之后呢，你还可以点这个 position， 就是你目前的仓位，你点击这个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购买的2笔国债产品，然后分别是它们的价格等等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
获利了。为什么说是获利了呢？是因为 Fidelity 拍卖价格比官网的价格高那么一些些，所以说目前的话你是获利的。随着时间的增加，市场的波动，你这边可能是会有获利或者是有亏损，但这个都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拿到期了，当初就是承诺你的多少价格，那你就是可以获得多少价格的利息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如果点开你的这个产品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sell 的按钮，就是说如果在到期之前你想要卖掉这个产品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券商这边非常方便的地方，你直接点击卖掉 sell 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卖掉的价格呢是根据市场定的，这个时候到底是获利呢还是亏损，就是跟着市场走。那我们最后复习一下，刚刚我们买了4周、8周和13周的国债3笔，那等4周到期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续购13周国债，买的时候点击自动续购，这样子每一次到期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自动续购下一个13周。同样的，8周到期了之后，你也点击继续购买另外一笔13周的国债，购买的时候点击自动续购。13周的国债的时候，购买的时候我已经建议大家点击自动续购了，所以到期了之后它会自动购买下一笔的13周国债，然后就是一个全自动的过程，它每13周到期的时候它都会自动续购下一笔，这些系统帮你自动做的，你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动作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每个月的时间你都会有一笔国债到期，然后它购买新的价格就是跟着市场价格走。那如果有任何的变动，市场的变动，或者说你资金需要用在其他方面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取消这个自动续购，等到期了之后把钱拿出来用在其他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就这样。